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之前官方有提到过的王国合并，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消息了。终于今天官方发布了公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更新时间是在9月1日，但是这个是国际服是在8月18日，也就是多5天就更新了。但是并不是每个王国都可以合并的，只有满足条件的王国才会开启。就比方说你是比较弱的王国，可能 CD 主王国会比较容易出到这些报名。那因为这一次的规则有这么长，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跟大家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啦。OK， 那首先王国合并是有分成3个流程。第一个流程当然就是报名地图啦，它是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王国，它就会出现这个合并专属的剧本。那在之前有透露过这个剧本呢，一般都是尼罗河之王，也就是说会比较无聊一点啦。可是在那个地图里面，你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王国，接着进行王国合并组队。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就是那个尼罗河的地图呢，是需要去找自己的队友的，跟你在同一个军团里面。接下来正式合并流程就是最后的步骤啦。如果你觉得这个王国跟你合适，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王国。王国合并专属剧本报名规则，在征服赛季剧本报名开启的时候，系统将会给那些符合合并条件的王国，并且不是第一次加入征服赛季的王国，开启合并专属剧本报名。那一般王国要怎样规定说你能不能参加这个合并的条件呢？是看你的王国的活跃度到底有多高。该部分王国仅可报名王国合并专属剧本，并进行相应的失落之地活动，就是说你不会再出现其他的地图了。像一般我们报名 KVK 的时候，可能会出2-3个选项，还有讲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哪一些地图之类的。但是在之前的公告里面有讲过，如果你们参加了这个合并的剧本，又或者是你的王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一直以来都会遇到尼罗河之王而已，就是这个合并剧本。除非你是跟某一个王国合并了之后，它才会出现其他的地图才可以报名。所以就是有一点半强制性要我们去跟其他王国合并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合并，但是你只能一直轮回在这个剧本里面，你没有办法逃出去。那第二点就有讲到我刚刚所讲的东西，如果王国选择跳过王国合并专属剧本的报名，则将消耗一次可跳过报名次数。当下次征服赛季剧本开启的时候，若该王国依然符合合并条件，你还是只能选择王国合并专属剧本而已，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报名王国合并专属剧本的王国在匹配期间无法被补选至任何其他的剧本，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对手的话，你还是只能选择这个地图而已，没有其他的地图可以给你去选择了。但是你不符合，就表示说你还要等到下一次跳出报名的时候再去报名。但是我觉得不能符合条件报名或者是要补选的情况应该会比较少见啦。专属剧本特殊说明，剧本匹配后投票功能暂不开启。因为在之前有讲过如果你觉得这个匹配不是很适合的话，你可以投票说我不要打这一次的 KVK， 要全部人都通过说不打，你才可以取消嘛。那这个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参与剧本各王国将不会开启名垂青史活动，这个我忘记是什么活动了。降低部分编年史完成的难度，因为你的王国已经不是很活跃了嘛，所以他会把那个难度给降低。王国合并组队，在失落之地结算前，各王国将进入合并组队阶段，依次分为2个阶段。自由组队阶段，各王国可以自己选择组建的队伍，邀请心仪的王国加入，也可以申请加入其他的队伍以完成组队。在这个阶段，组建的队伍将会作为后续进行王国合并的重要依据。系统组队阶段，自由组队阶段结束之后，如果有一些王国没有加入到一些队伍，又或者是他们活跃人数不符合标准的话，系统将会对组队的情况进行调整。所以这边讲的东西应该就是在 KVK 开始的时候啦，每支队伍的王国数不能低于3，且不能超过6。他这边说的数值是什么我就不确定。每支队伍活跃的人数不能低于200。哇，然后如果要低于200的话应该也很难吧，就是要确保这个王国还是有活
人了，这样子你才可以合并，而不是说你这个王国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官方还强制让你跟某一个王国合并，这样子其实对一些王国来讲是不公平的，且不能超过1500。因为我之前看过先锋王国大概是3000到4000左右啦，1500应该是在 B 组或者是接近 C 组的那个等级。如果是讲200到1500之间呢，大约都是 CD 组王国才会有这样子的活跃人数。和服组队阶段结束之后，将进入组队展示阶段，就给大家看一下啦。本阶段展示成功队伍的最终结果以及王国合并等相关信息。展示阶段结束之后，将会以队伍为单位进行王国合并最终未能成功组队的王国，所有成员将会在失落之地关闭之后回到原本的王国。后续若满足合并条件，对应的王国依然还是可以报名王国合并专属剧本。组队公示阶段结束，预计48个小时之内将进行王国合并流程，具体合并时间以游戏内为准。王国合并期间，对应的王国玩家暂时不能登录游戏。王国合并总数，其实他这边讲的东西跟上面是差不多啦。公示阶段结束后将进行王国合并流程，王国合并期间，对应王国玩家将不能登录游戏。暂时性的合并完成结束之后，王国将会产生以下变化，这个各位要注意啊。王国名称以及王国开放天数将会以展示为队长王国的信息，就比如说960可能跟1093合并，但是960作为队长，那你这个新的王国的开放天数还有那个王国的名字就会跟着960这个王国的名字去命名，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新王国的地图将被重置，就讲你们出生地啊，什么从原本关卡一开始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会被重置，整个地图重置，你们要重新建立过旗帜，那些所有的据点将会被重置为未开放状态。伴随着新的编年史进程解锁，占领据地的联盟将获得首次占领奖励，还是可以拿回原本那些新的奖励之类的，你们要重新做过，会比较忙一点。王国总览界面将会默认显示队长王国的信息，但同时也可以查看队员王国的历史信息。原队伍中的所有王国将合并后共用一个王国频道，所有的玩家可以在王国频道中进行交流，并且原本王国任命的所有头衔将会被重置，包括王国国王的头衔。新王国的各种活动将会继承队长王国的信息，但同时仍然可以查看队员王国的历史信息，比如说最强执政官啊、名人堂等等。原各王国于招募广场发布的信息将会被清除，新王国同赛季移民战力上限限制也会被重置，原王国合并的特殊移民点数也会被合并，但不能超过100点。原王国的休假券许可数量将会被合并计算，但储存上限仍然不能超过40个，所以它还是有蛮多规矩的。原王国合并后，新王国的休假许可储备上限将暂时维持最高上限，且次月1号不会进行重置合并后3个月的1号 UTC 0。新王国休假许可储备上限将根据实际王国活跃程度进行计算，可能导致超出上限的休假许可被清空，请合理计划并消耗休假许可。新王国合并后的14天内将不会开启失落之地报名活动，且跳过报名的次数将会被重置。新王国的所有排行榜数据将随之刷新。合并完成之后，原队伍王国联盟将会产生以下变化。合并之前队伍中所有的王国在合并之后，其联盟关系将全部予以保留。保留也算合理啊，因为有一些王国可能他们之前拿过一些奖励什么之类的，如果直接被清除掉的话，他那些奖杯全部都不见了。各联盟在原本王国大地图上，联盟中心要塞、联盟要塞、联盟旗帜、联盟资源中心将会全部回收，建造对应建筑所消耗的联盟资源将会退回至联盟资源仓库中，就你们建了什么东西，那些花费啊全部都会回去啦。超出联盟资源仓库上限的部分人将会被保留，这个也算合理啊，不然我们要去哪里找到这么多的联盟积分？合并完成之后，各王国玩家产生以下影响：玩家在合并首次登录游戏，城市将会被随机迁乘至初始新省，就在关卡1之内啦，任意一个位置。系统将会触发24小时的和平护盾，就讲你在24小时之内你要搞好这些东西啦，不然等下你的盾不见掉，可能你会被清零什么之类的。玩家在王国合并前的联盟关系不会进行变更。第4点，合并完成之后，符合以下条件的玩家角色
色将会合并后被注销并移出新王国啊，还有这样子的东西。玩家执政厅未达到3等级哦，玩家连续360天及以上时间未登录游戏，玩家没有充值记录的也是会被移除掉。这个算是大清洗吧，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然后关于这个会被删除账号的事情呢，去问过了客服，客服说要3个都达成了才会被消除，不是说你达成1个就要被消除了。所以你3等级，但是你有花过钱，你的账号是不会被移除掉的，或者是你有登录的情况下。合并完成之后，新王国开启限时活动和服助力，活动期间联盟旗帜建造速度会提升200%，这样就会建很快耶。活动期间联盟成员上限将会保持王国合并前的人数，活动结束后联盟成员上限将会根据当前联盟实际旗帜数量重新计算。活动期间各联盟报名埃及之战黄金战场将不受到联盟旗帜的数量限制。第6点，未说明的活动与系统均以游戏内的具体情况为准，未来他们也将持续收集玩家的反馈，并根据王国数据和整体的游戏环境对王国合并活动进行优化调整。那各位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他这边主要都是讲到要怎样去进行这个王国合并的事情，但是没有详细的说到关于 KVK 的事情啊。那其实他这里也没有说他们会以什么地图来进行这个王国合并啦，但我是看了之前的一些公告说是用尼罗河之王，那可能他们在这一次的想法中又改变了呢，谁知道呢？但是关于王国合并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还是有部分玩家是不太愿意的，因为在不活跃的王国确实你可以拿到比较多东西啊，像 MGE 啊，或者是一些排名等等啊，或者是王国的一些奖励啊之类等等的，确实会比较好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去享受这个游戏，你想要有人陪你一起战斗的话，合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可能有一些玩家已经习惯了就是王国不活跃就这样子去打，因为就算王国不活跃，你进入到 KVK 你会跟其他的王国在同一个阵营里面了，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合不合并都已经无所谓了。所以看吧，王国合并，我觉得王国合并这个功能推出主要是拯救这个游戏而已，因为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活跃的玩家了，他们可能是想要让王国合并之后更加有竞争，或者是王国的人数比较多，活跃起来，大家才会比较重视这个游戏吧，觉得说哦，这个游戏又复活了，可以回来玩了，有人跟你一起战斗了，可能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啊。那我还是那句啦，如果王国合并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有些玩家可能会反对，有些会同意。那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对于这个王国合并有什么看法。简单来说，就是王国合并之后，大部分的一些东西呢都是保留回就是队长王国的一些信息，然后其他的东西呢会重置，王国的地图会重置，你们要重新建立过旗帜，大概是这样子的东西啦。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哪一些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